在我们生活的快节奏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陷入消费主义的循环，不断地购买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当我们进入2024年新的财政年度时，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消费习惯，并就我们的资金去向做出一些战略决策了。我们将深入研究2024年的财务前景，并就如何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提供实用建议。请继续关注有关削减成本、改善财务健康以及过上更加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的综合指南。昂贵的奢侈品。奢侈品无疑是我们购物清单的头号杀手。对于许多人来说，拥有名牌包、高端手表或者奢华车辆似乎是成功与幸福的象征。然而，这种认同并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是对我们财务健康的一种威胁。如果我们追求奢侈品只是为了满足外界对我们的期望或者社交压力，那我们可能陷入了一种无尽的购买循环中。这种购买行为会逐渐侵蚀我们的储蓄和投资机会，最终导致财务不稳定。在2024年，让我们意识到奢侈品背后的真正价值，审视我们的购买决策，问问自己，这些昂贵的物品是否真的能够为我们带来持久的幸福感。相反，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地管理我们的财务，掌握真正重要的东西，如健康、家庭和个人成长。停止购买昂贵的奢侈品，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更加意义深远的事物上。不必要的高科技产品。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高科技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设备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对于那些追求时尚和最新科技的消费者来说，购买这些产品可能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当然，高科技产品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率，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购买所有最新的高科技产品可能对我们的财务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决定购买一个新的高科技产品之前，我们应该仔细考虑它是否真的是必须的。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它是否能满足我们当前的需求，是否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具备良好的性能和功能。除了购买新的高科技产品，我们还可以考虑修理或升级我们目前已经拥有的设备，以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此外，我们也可以避免跟风购买，并不是每一次科技更新都一定需要紧跟潮流。通过停止购买不必要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金钱，并将其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例如教育、旅行或为我们的未来储蓄。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实现财务稳定，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我们的资源，以便将来的需求和重要事项。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昂贵的服装和饰品。在现代社会中，时尚和外表已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从名牌服装到昂贵的珠宝首饰，人们往往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来展现自己的品味和身份。然而，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时尚和外表的潮流是瞬息万变的。购买昂贵的服装和饰品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满足感，但它们很快就会过时，被新的潮流所取而代之。对于那些追求时尚的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不断购买新的服装和饰品，以跟上时尚的步伐。这无疑会给我们的财务健康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我们应该停止购买昂贵的服装和饰品，而是着眼于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购买具有优质和耐用性的基本服装，而不是追求短暂的时尚。另外，我们可以通过简化自己的衣橱，减少不必要的购买和浪费。这不仅可以为我们节省金钱，还有助于减少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在追求时尚之前，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真正的需要和价值观。买不起的豪车和名牌包包。在我们追求时尚和外表的潮流中，豪车和名牌包包常常成为了我们的焦点。许多人梦想着驾驶一辆豪华轿车，或者拥有一只昂贵的名牌包包，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成功。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豪车和名牌包包只是过时的奢侈品中的一部分。
购买豪车和名牌包包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它们也是一种财务的累赘。这些奢侈品的价格往往是天文数字，买不起的人不得不通过贷款或者放弃其他的支出来实现这些梦想。然而，我们必须问问自己，这些奢侈品真的值得我们为之牺牲其他的生活质量吗？停止购买买不起的豪车和名牌包包，我们可以将重点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储蓄和投资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以选择经济实惠但质量卓越的车辆，或者寻找代替品牌的高品质非名牌包包。通过做出这些更明智的选择，我们可以实现更可持续和理性的财务管理，同时追求更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摒弃贪图虚荣和攀比的心态，停止购买买不起的豪车和名牌包包，而是以更理性和务实的方式管理我们的财务，追求更有价值和可持续的生活。5. 昂贵的旅行和度假。停下来，放下那张昂贵的旅行目的地清单。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很容易陷入工作狂的陷阱，为了享受奢华的假期而放弃其他方面的支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昂贵的旅行和度假并不是唯一能让我们放松和恢复活力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探索本土旅行目的地，或者尝试低预算的背包旅行。通过这些更经济实惠的选项，我们不仅可以探索自己国家的美景，还能够与当地文化和人民更紧密的接触。此外，选择更长期的休假计划，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和放松，而不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停止购买昂贵的旅行和度假，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更有益和意义的方面。我们可以在工作之余探索当地的自然景观，参加社区活动，或者投入我们热爱的志愿工作。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心灵，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昂贵的度假经历来获得满足感。让我们重新评估我们对旅行和度假的看法，停止贪图奢侈，并努力寻找更实惠和有意义的方式来享受生活中的休闲与放松。通过这种更理性和务实的方式，我们可以实现更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同时在财务上更明智地管理我们的支出。6. 大型电视和家庭娱乐系统。在现代社会，大型电视和家庭娱乐系统已经成为很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追求高清晰度的画面和沉浸式的音频体验，往往会选择投资昂贵的电视和娱乐系统。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设备并不充分满足我们追求休闲和娱乐的需求，而且它们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相反，我们可以选择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娱乐和放松。阅读是一种常被忽视的活动，但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和想象力的刺激。此外，户外活动如骑自行车、远足和野餐也是很好的休闲选择。它们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让我们与自然更紧密的接触。停止购买昂贵的大型电视和家庭娱乐系统，我们可以转而寻求更加健康和环保的方式来娱乐和放松。这不仅可以节省金钱，还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来自于与亲朋好友的相处，以及与大自然的连接，而不仅仅是坐在电视机前度过漫长的时间。7. 过度使用的电子设备。在当今数字时代，电子设备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必备。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度依赖电子设备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和社交生活造成消极的影响。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休闲时间，我们都倾向于陷入电子设备的迷境。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疲劳和眼睛问题可能会随之而来。此外，我们与身边的人日益疏远，因为我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保持联系，而忽视了真实的交流和互动。停止过度依赖电子设备，我们能够重新获得生活的平衡。我们可以将电子设备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利用它们去丰富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被它们控制着。适度使用电子设备，并且定期与朋友和家人进行线下交流，这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记住，电子设备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学会控制它们，而不是让它们控制我们。8、不必要的餐饮和外卖。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外卖和餐馆就成了我们经常依赖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便利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频繁外卖和餐馆就餐不仅给我们的钱包造成了负担，而且对我们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许多外卖和餐馆食物通常都含有过多的盐、糖和油脂，这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潜在的风险。此外，外卖和餐馆食物往往是经过加工和快速制作的，缺乏营养价值。长期依赖这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会增加我们患上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停止购买这种不必要的餐饮和外卖，我们能够拥有更健康和经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尝试更多自己动手做饭，选择更健康的食材和食物组合，并将用餐时间视为一种享受。通过健康饮食的选择，我们可以提高身体健康，并为自己积累更多的财富和健康。记住，餐馆和外卖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以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未来。9、无谓的购物和消费。在如今的消费主义社会中，我们经常陷入无谓的购物和消费的陷阱。频繁购买无意义的物品不仅浪费我们的金钱，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购已经变得极为方便，只要轻轻一点，我们就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购买任何物品。然而，这种便利往往会导致我们购买许多不需要的东西。无谓的购物和消费不仅产生了过多的物质垃圾，还对资源消耗和能源使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它也满足了短暂的欲望，但却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如果我们停止购买那些无谓的物品，我们可以通过理智消费来节省金钱，并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购物前，我们应该仔细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并问自己它是否能够带来长期的价值和满足感。通过摒弃无谓的购物和消费，我们可以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同时也为环境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记住，我们的幸福和满足感不应该建立在物质的堆积上，而是源于内心的满足和意义的追求。10、负债和高利率贷款。在追求财务稳定和财务自由的道路上，负债和高利率贷款是我们需要坚决避免的东西之一。负债不仅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压力，还可能限制我们的未来选择和机会。高利率贷款是负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会让我们付出更多的利息。当我们购买昂贵的物品时，如果我们选择了高利率贷款，那么最终我们将支付的费用可能会大大超过物品本身的实际价值。负债和高利率贷款是一种窘境，它会束缚我们的财务自由和未来发展。因此，在考虑购买昂贵物品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借贷，并选择更加可持续的财务策略。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的预算、储蓄和投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避免陷入负债和高利率贷款的泥沼。财务稳定和财务自由是通过艰苦努力和明智的决策实现的。让我们迈出诀别负债的第一步，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自由的未来。11、一次性塑料制品，这包括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具等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们往往被使用一次后就被丢弃，最终进入海洋和土地填埋场，对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这些物品的生产过程也需要消耗大量的非可再生资源，例如石油。此外，塑料制品中的化学物质往往会渗出，并对人类健康产生潜在风险。无论是食品包装袋中的塑化剂，还是容器中的有害物质，都可能通过食物或饮料被摄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停止购买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原因。不仅是为了保护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还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健康。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可持续替代品，例如纸质和生物降解材料制成的袋子和餐具，来减少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依赖。12、快时尚服装。
快时尚是指在短时间内迅速生产和推出的时尚产品，通常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然而，背后的故事可能是令人担忧的。快时尚的生产过程往往涉及大量的化学染料和劳动力剥削，许多品牌在劳动条件差劲的工厂中生产他们的产品，追求低成本而忽视了工人权益。此外，快时尚的快速消费也导致了废弃衣物的大量产生，许多服装被使用几次后就被抛弃，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或焚烧。这种过度消费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因为纺织业是水资源和化学物质使用最多的行业之一。购买快时尚服装也意味着支持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对环境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到2024年，我们应该停止购买快时尚服装，转而选择购买可持续、质量高且符合道德标准的服装。13. 纸巾和纸巾产品。纸巾和纸巾产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卫生用品，但它们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在未来停止购买的物品。尽管纸巾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无害的消费品，但是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它的环境影响和可持续性。首先，纸巾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的木材资源，为了获得足够的纸浆，许多树木需要被砍伐，这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森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空气质量、水循环和植物和动物物种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纸巾的使用和丢弃也产生大量的垃圾，许多人在使用纸巾后将其扔进垃圾桶，然后最终填埋或焚烧。这种浪费会导致废弃物的增加，并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另外，纸巾的生产和包装过程也会产生许多二氧化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这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造成了负面影响。综上所述，到2024年，我们应该停止购买纸巾和纸巾产品，转而选择更环保和可持续的替代品。14.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在美化我们的外观和保护我们的肌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也存在一些与环境和健康问题相关的问题。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我想强调一下，我并不是在说所有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都是坏的。事实上，有一些公司和品牌致力于生产环保和无害的产品。然而，大多数常见的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往往包含有害的化学物质，例如对羟基苯甲酸酯 paraben 和二苯甲酮 phthalate。这些化学物质不仅对人类健康有潜在危害，还会进入水源和生态系统，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在购买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时，应该更加警觉，选择无毒无害的产品。15. 便利食品和加工食品。现代生活节奏快，我们常常为了方便而选择购买便利食品和加工食品。然而，这些食品通常含有大量的人工添加剂、防腐剂和高糖、高盐等成分，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风险。便利食品和加工食品经过加工和保存，常常失去了天然食物的营养价值。它们还往往包含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和高浓度的添加糖，这些对心血管健康和体重控制都有负面影响。此外，加工食品的摄入还与患上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相关。因此，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应该减少便利食品和加工食品的摄入。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选择新鲜的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等天然食物。在2024年，让我们一起努力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停止购买这些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都有害的物品。让我们通过选择新鲜的、天然的食物以及环保的替代品，为自己的健康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对于个人健康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习惯于购买方便、快捷的产品，但却忽视了它们对我们自己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我们购买的产品越多，我们对资源的需求就越大，对环境的负荷也越重。
这种过度的消费模式不仅加剧了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还加重了生态系统的崩溃。因此，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开始选择更健康、更环保的产品，如购买本地有机食品，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鼓励再循环和回收。此外，我们也可以选择少买不必要的物品，避免过度购物和浪费。通过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健康做出积极的改变，并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我们的环境，而改变消费习惯是一个简单有效的起点。2024年，让我们共同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迈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记住，改变从我们每个人的小小选择开始。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省钱或环保的议题，更是一次深思熟虑的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机会。首先，每当我们决定不购买某样东西时，我们其实在做出一种更深层次的选择。我们选择了健康而非快速满足，选择了可持续性而非短暂便利，选择了真实的自我而非社会期望的标签。这些选择虽小，却在悄然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其次，通过减少对那些对我们和环境有害的物品的依赖，我们不仅在照顾自己，也在为地球做出贡献。每个简单的决定，如选择一条步行而非开车的路径，或是选用可循环的材料而非一次性产品，都是对未来世界的一份投资。在2024年，我鼓励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我的粉丝，而是每一个有意识的消费者，去思考我们的每一次购买决策背后的更深意义。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改变始于一小步，但其影响却能波及整个世界。让我们在2024年一起行动起来，用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构建一个更加健康、可持续和充满爱的世界。记住，每一次选择都重要，每一个人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